我们来学习一套笔记软体，叫 Kuno。那我们现在点选 Kuno 这个 App 进入 Kuno。那今天进来，我们来建立资料夹，这个名称是档案夹。那我们按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加，按加之后按档案夹。那这个档案夹进来的时候，它会叫你做一个简单的命名。那这个命名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修改。那按档或是按上面这边完成也都可以。那建立之后，我们可以再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因为资料里面是空的，那我们可以新增笔记本。那新增笔记本，它这边有很多的范本，有空白的啊，点状纸、方格纸、平数载。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切换。那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目前要的，那之后还是可以做修改。那这边有直式或横式，或是中文字。那我们按建立，它就会做建立了。那这边也可以把标题做命名。那命名之后还是可以做修改。那我们点进来，这边点选我的笔记本。好，然后我们点选建立，这边就会建立进来。那这边的上面这个标题就是我的笔记本。那我们现在来做简单的介绍。右上角这边有点点点，这个其实是对这个那个页面做管理。那点选进来有复制页面。那复制页面是把整个页面做一个复制。那目前是在第2页。那我们先简单的写一些画一些东西。好，那我们这一页的部分，我们把它整个复制。那已经复制了。那我们要把它新增进来怎么办呢？那我们这边按加，然后加在这一页之后，然后贴上页面，那就会把复制的页面把它贴上进来。那怎么把页面做删除呢？那我们这边有页面的清除。页面的清除的意思是把页面的所写的文字或图像或是画画的部分把它做清除。那这边有移至垃圾桶。那移至垃圾桶的意思是把这个页面做清除，就是删除这个页面的意思。这个页面已经被我删除。那这边有旋转本页。那旋转只是针对这个页面做旋转而已，所以这个基本上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将这个页面添增至大纲，这个部分再去试。那我们这个页面都还是可以变更范本。比如说我们要把它变更成方格子，就点进去，然后我们只要点方格子，然后按套用，它还是可以变成方格子。那我们用两指一样，跟图片一样，可以做缩放。然后我们接下来清除页面，就是把这个写的字做清楚。那接下来卷动方向，垂直的话就是我们往上滑，
往上滑它，或是往下滑，我们的页面的方向是往上或往下。那水平的话就是往右滑或往左滑。那我们这边怎么新增页面呢？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拉，这样就会自动新增下一页了。我们拉到这样子，又新增下一页了。那我目前有4页，那第一页是封面，那这一页其实也可以删掉。然后我们再来看，手写防护处，它这个基本上是 Apple Pencil。这个如果你是 Apple Pencil 的话，可能去改变那个手写的姿态。一般右撇子的话，大概看你的姿态是大概写字的姿态，一般人都是设定这样的样子。那再来文件编辑，文件编辑的话，这边来讲比较重要的大概是，卷动方向，一些设定，这个可以再试一下。好，再来这边第二个叉叉这个部分是把工具做隐藏，再点一下它就会把工具又显示出来。那刚才这个添加页面的话，就是你如果有复制或是突然要增加一个不一样的页面，可以在之前增加，或是在之后增加，还是最后面增加。那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范本啊，或是图像，或是照片，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然后再来这两个就是上一步或是下一步。那我们比如说写一些字，那上一步就是按一下，然后重做就是那个。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双指点双指去点，也可以上一步。那好，那我们这边来看左上角这边有一个箭头，这个箭头点进去就是会回到资料夹的这个记事本的外面。那我们刚才的位置是在这里。那我们怎么把它，比如说这个 A 这个资料怎么做删除呢？右边这边有一个蓝色的向下的箭头，按进去，移至垃圾桶，然后垃圾桶 A 就会被我清除。那我点 B 进来，那如果我要清除我刚才所建立的B 这里面这个笔记本呢，我移至垃圾桶，这个就会被我清除。然后如果我要再进来的话，就把它点进来。好，那再来，这边有一个4个方格的左上角这边，那我点进来的时候会看到我的所有的页面，那你也可以在这边看是加页面，然后再来我们这边左上角这边从左边数过来第3个搜寻，我们可以搜寻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搜寻资料夹的名称啊，或是笔记本的名称，或是笔记本里面的文字。然后第4个是一个标签，就是你标签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或是我的最爱。然后最后一个这边是做一个文档的导出或是分享，可以用列印啊，或是
分享或是汇出来，然后分享也可以分享到 LINE 啊，或是其他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主要的功能的部分。那这边我们把那个活页改成平数值，把范本改成平数载。好，那中间这些 icon，我们从第二个开始讲。第二个就是一个笔，那当然，有些笔它需要连接上蓝牙，有些不用。那我们现在目前点这个笔子之后，它目前的状态就是黑色的笔颜色，然后粗细是这边。那其实我们还是都可以再去做设定。那这个笔的话，我们再把它，有一个蓝牙这个图像这一个的笔，我们点进去，它这边有3种笔可以做选择，一个是钢笔、原子笔、画笔，那这边也还是可以做一些笔头尖度啊，或是压力的一些设定。那当然，原厂的目前，副厂笔没有粗细压感的变化，只有 Apple Pencil 才有这个压感的变化。那副厂的笔通常都会宣称有倾斜压感，那倾斜压感是不等于粗细压感，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写字的力度也会影响粗细，这个部分是原厂笔才有。那当然副厂笔有比较便宜的部分，像如果你是在虾皮或是淘宝网买，都会比较便宜，当然有好几种选择，那个之后可以在下一个影片来做讲解。那这边的话，钢笔、原子笔或是画笔，它都有不同的设定。那看你一般都是选择什么笔。那选择钢笔的话，那我现在使用的是副厂笔，它是真笔。真笔的话就是它是有金属的笔尖，那这边就是做这些设定。那现在设定的是黑色，那我们点这个黑色进来，它就可以做一些颜色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红色，你现在写出来的字就变红色。那你选择蓝色，写出来的字就变蓝色。那这边也可以再制定你要的颜色，或编辑你要的颜色，编辑，然后再加进来。那好，那这边有3个，就是你常常在用的颜色可以设定在这里。那这边有3种粗细，那你点这个进去，其实你可以去编辑你的笔要多大的笔，你的那个笔触是多大的，这边也可以做拉的设定。那它就有3种那个给你设定，那你要就是点那一个常用的，你就把它设在这边。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橡皮擦。橡皮擦它这边其实橡皮擦按进来，它还是有一些设定。那这边有一个设定，就是说你擦完橡皮擦，它自动把功能回到
这个写字的笔，就是这个部分的设定，自动切换至上一工具。所以一般我们写完字要插后，它就会跳回去。这边我来演示一下。那我现在橡皮擦其实它可以选择你要橡皮擦的大小。那我现在把它插。那如果我现在把笔离开页面的话，它会回到写字的状态。有没有看到？好，再来一次。那我现在上一步。我现在点橡皮擦，然后我把这边擦掉，然后离开，它就会回到上一步。好，那我们再来看橡皮擦这边的橡皮擦，这个上面这个擦除整个笔画，擦除整个笔画的意思就是你那一个笔画它会整个擦除。那如果我们不是点选这个勾选这个擦除整个笔画，它会变成好像是擦你要的地方而已。那再下来这个只擦除荧光笔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文件上画重点啊，或是写字然后画重点，把那个视为重点的时候，那我们要把那个重点用橡皮擦把它擦掉。不过可能我们会擦到其他要保留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勾选只擦荧光笔，就会把画重点的部分做删除。这边橡皮擦也是可以清除页面。好，那再来我们介绍下一个画重点的笔。这个部分这个一样，这有3个颜色，那你可以自己做设定，然后它的笔触大小也可以做设定。那我们现在比如说这样子，那我们这边这个那我们现在画过来，我们稍微停顿，其实它就会变成直线，大概那我们也可以画在不是写字的地方。那再来我现在回到这个笔的部分，其实我如果画一条线它不够直，我停顿一下它会变成直线。那如果我画一个圆弧，那我停顿它会变成圆弧，它还是可以让我做调整。那调整完之后，我用手点上去，它会形成比如说圆弧这个有3个点，我还是可以再做调整。那线的部分也是一样，我可以这样做调整。那我停顿，然后点它，我就可以做调整。如果今天我画的线不够直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然后我如果那有一个接下来这个功能，它可以去辨识你是画圆形啊，或是三角形，或是一些几何的图形。那如果我现在画圆形，它就会帮我辨识成圆形。那这边它现在目前有做一些填充，那我这边可以勾选我要不要填充，或是我是空白的。那我现在画三角形，它就会帮我编一个三角形。那如果我画一个椭圆形，它就变成椭圆形。那现在是有填充的。那因为还是都可以变。那我画一个心形，还是可以变成心形。那接下来
那我画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基本上没有正。那怎么画成正呢？这个你要画的很接近正方形，它才会变成正方形，不然它可能会变成长方形或是这种四边形。那接下来这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就像我们的PS 的套索工具。那套索工具的话，就是我们把我们要做变更的地方圈起来。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一块区块把它圈起来，圈起来之后呢，我们中间点一下，它这边有剪下、复制、删除。剪下就是把这些圈起来的部分剪下来，然后看你要在哪个地方做贴上。那复制呢，就是把这个地方复制下来，但是这个地方的图像或文字是不会不见的。那删除就是把圈起来这个地方做删除，比如说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重新选一下，剪下就是把它剪下来，然后在页面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是在下一页的那个地方按贴上，它就贴进来了。那我们用手指，这样子就可以做移动，或是我们这里可以做大小的调整，或是旋转，都没问题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叉叉，我们可以把它按掉，就是删除，然后回到上一步。那我们又把它那个套索圈起来，我们可以调整大小，这刚刚复制的状态是一样的。那这样子，我们如果写的地方或是不太适合，或是要移动它的地方，修改就变得容易了很多。或是一些写的字突然中间要插进来什么文字，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移动。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再套索一次，把它选起来。我可以做颜色的变更，那因为我把它变更成白色了，我可以把它变成全部都会变成你点选的那个颜色。好，再来这个部分，荧幕截图啊，或是这个再试一下，添加素材。那这边有一个转换，转换的意思是转换成中文或是文字的意思。那我这边没有写文字，那我现在来写一下文字，用2指做放大。我现在要点选那个写字的笔。那我现在把它套索起来，好，点选一下转换，它就会把这个字直接转换成可以做复制的文字。那我这边可以把它转出去，或是转成 PDF。那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复制全选，然后把它copy复制下来，然后我可以点选这边有一个文字，然后进来把它做贴上。所以我们写的字如果
想要把它变成文字，也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那基本上套索的工具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做移动或是调整大小啊，都是可以的。或是我要变更这个里面的那个文字的颜色，都还是可以。那我现在把文字看能不能做那个颜色的变更，颜色，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接下来这边下一个，这边来讲，我们点选一下，这边有很多可以，一些像图啊或者什么，也可以把它新增进来。那我点选之后，它进来，你要多一些，图示或是什么可以运用。那这边就是看个人，那你也可以把自己从 Procreate 画的图或什么，把它增进来，当成你那个可以这样点进来的一些图示啊。这图示是可以，自己建立之后，然后把它加进来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照片这个点进去也可以去从你的相片啊加进来，或是从档案加进来。然后接下来这个文字的话，就是在上面直接打字啊，然后变更它的字型啊，大概就是这样。那基本上，功能大约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活用的话，其实它就也都很不错用了。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把范本改成，这个有行事历的样子套用。它这边像这个，它有星期一到星期日，那这边有时间，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填写你什么时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也算不错。那我们像图片的话，照片的话，我们要在上面点一个，然后点选你之前的照片点进来，那照片也是可以被做移动，或是缩放大小都 OK 的。那比如说你星期一看，那你如果要把相片删掉，就是这样。那像你比如说点选文字，好，这边你可以用双指把它放大。好，比如说星期一8点，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星期二的8点要做什么事情？或是9点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都可以去这样子去书写，只是这个是一个范本。那其实也有更多的范本，可能也是可以去找一下更多的范本。那希望大家能有写字啊，或是做笔记的习惯，把原本要写在笔记本的部分，把它写在 iPad 上面。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介绍，谢谢。